大家好，我是罗富强。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美国参联会主席认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可能爆发武装冲突。俄罗斯媒体日前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称，北约已在东欧部署更多军队，大约有6万名美国军人驻扎在此。北约部队正加速在东欧国家部署兵力和武器装备储备。很显然，北约这样的军事最新部署是攻防皆备，但从美军以武装直升机为主要突击装备的第101空中突击师部署到罗马尼亚的情况看，美国的打算可不是防御，而是试图从陆地方向和黑海方向采取双向突击的方式对俄罗斯进行军事行动的准备了。此外，北约还在紧邻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升级军事基础设施，构筑防御阵地，这恰恰是准备采取进攻行动的一种防范手段。北约明知道俄罗斯根本不会向罗马尼亚和波兰发起进攻，却构筑防御工事，增加后勤保障基地干什么呢？显然就是为了发起进攻，预防一旦俄罗斯反击胜利之后会乘胜追击，大兵西进。对于上述情况，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认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要知道，参联会主席米利可是美军的最高将领，他说出这样的话，已经释放出美军及北约军队计划参战的可能性了。如果从军事的专业角度看，美国绝对明白，无论怎样援助乌克兰，也改变不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差距。乌克兰根本无法打垮俄罗斯，但美国在挑起战争之后，却自己并裹挟盟友继续援助乌克兰14个月了。美国真是为了徒劳的援助目的吗？很明显，美国政府有这样的计划，先让乌克兰把兵源基本打光了，把俄罗斯消耗的差不多了，美国再进场参战。不过，普京似乎早就看清了这一点，因此俄军从战争一开始就一直留着一手，并没有把太多的力量投进乌克兰战场，比如海军基本没用，空军也是打酱油一样。或许北约进场参战的日子真不远了。拜登下决心进场参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为什么呢？首先是拜登政府援助乌克兰上千亿美元了，已经无路可退，否则就将遭遇弹劾甚至刑事诉讼。其次，拜登宣布竞选连任，为了选票，美国不能在乌克兰的战争中失败，因为乌克兰是在代理美国打仗，乌克兰失败就是美国的失败，乌克兰的胜利就是美国的胜利。如果拜登政府能领导美国及北约把俄罗斯打败，拜登就能赢得连任竞选的筹码。同时，拜登挑起俄乌战争本来就是为了回报军火财团和金融财团之前把他扶上台的举动，现在更需要军火财团和金融财团的赞助，也需要金融财团用扣押的俄罗斯资产七拐八拐的拿来赞助，他才有钱参加竞选。现在看来，美国直接进场参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全世界都要为之做好准备才行，尤其是中国必须做好应对准备，因为俄罗斯的失败就等于被西方国家瓜分，中国就将失去最大的安全屏障，失去最重要的伙伴国，面临比俄罗斯还要危险的境地。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